天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种植上海青的过程。往年我都是用这种移栽的方式来种植的，移栽后的菜苗长势也是非常好的。但今年我想换一种方式来种植，这种方式是可以省去中间移栽环节的。这是一个高脚菜床，就是我可以站着去操作的。这个菜床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种菜了，现在我就开始给它稍微的清理一下杂草，然后就是来给这个菜床先做一下简单的杀菌工作。因为我不主张使用杀虫剂和农药，所以我经常都是用这种火烧的方式，先给菜床稍微的杀一下菌，就很简单的处理一下。接下来就给这个菜床翻土，因为我之前在这个菜床的土里有加了一些羊粪，我个人觉得羊粪可以让土不结块，所以我现在只要用这个小铲子就能完成所有的工作。因为是站立式的菜床，所以我操作起来看起来是特别轻松的。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翻完的土进行整平。接下来就要在这个整好的菜床上添加一些新的原土，这样子才能保证这个菜床的土比较有营养。这个是牛粪和鸡粪的混合颗粒肥，能更好的增强这个菜床的底肥。然后用这个小铲子把新土和混合肥再跟这个原土好好的混合一下，这样子再稍微给它整平。最后在这个菜床上面再撒上一层草木灰，草木灰它还是有一定的杀菌作用的，所以说菜床上稍微加一点还是很大作用的，稍微混合一下。最后在这个整好的菜床上用小铲子画出一道道沟，沟跟沟之间不要太挤，要不然的话你还是要做间苗的，稍微间距稍微大一点点，然后往画出来的每条沟里面都均匀的撒上一些泡好的椰糠。然后你可以找一个小木棍、小木条、小木片都行，就是在每个槽里面把椰糠和原土稍微的混合一下。这个是放在水里泡了1天的种子，都已经出芽了。然后正式开始播种。我是拿着镊子夹着种子一粒粒的往菜地里播种的。这个环节比较费时间，但是因为我这个是站立式的菜床，所以说我不用担心弯着腰比较累，就是只是多花了一些时间。然后挺好玩的，就是
等你播完整个菜船，你大体上你知道你整个菜船你种了多少粒的种子。播完所有的种子后，我会在种子的上面再撒上一层薄薄的椰糠，要保证覆盖住所有的种子。接着我就是用这种喷雾的方式进行喷水，因为种子比较细，喷雾的比较实用。这是过塑后青菜品种的图片标签，把它固定在菜船的一个角落上就好了。最后换下防虫网。播种后的第二天，你会看到所有的种子都已经破土而出了。用同样的喷雾方式进行浇水，确保整个菜船的土足够湿润。又过了2天，菜苗就明显长高了很多。这时我会往菜苗的沟地里填上一些新土，这样之前的沟地就会全部被填平。感觉这样子能让菜苗的根更扎实一点。因为我这个菜船的位置比较靠墙，所以导致阳光不是特别充足，感觉菜苗都有一点点的徒长。这种青菜是长得特别快的，感觉一天一个样。我每天都会来园子里查看的。如果发现土壤比较干的时候，我就会适当的喷一些水，但不要太湿。之前说我这个菜船阳光不足，然后菜苗有点徒长，不过现在看感觉好像菜苗还是改善的挺多了。在青菜长得稍微大一点，我会在菜船上铺上一些干草。因为我住的地方比较缺水，干草是能防止土壤中的水分过快的蒸发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让青菜更干净。当你发现青菜上有小洞的时候，就要认真的检查一下。翻到菜叶的背后，10有8九都能找到偷吃菜的小家伙。要早点发现，早点解决，因为青菜是很招小青虫的。菜越长越大，我每天都会来这里看看有没有虫害，要不要浇水。我还是一如既往的使用喷壶进行浇水的，一般都往贴近根部的地方浇水，这样子可以保证叶面的干爽，虫害可能会少一点。青菜长到中等大的时候，我就有点按耐不住了，先捡几颗来解解馋。因为我都是贴近根部浇水的，所以青菜都非常的干净，几乎都不用清洗的。然后菜船的水分我也有控制的，所以青菜的含水量不是特别的高，然后菜香的味道就更浓一些。因为没舍得捡太多，所以每个人每碗里面都只分享到2-3颗的青菜，我感觉好像还是挺满足的了。青菜长得越来越大，也变得越来越少了，因为它们一边长，我也一边吃。最起先是隔行的吃，这样子就是行跟行之间的空间就大一点了。然后接下去就是挑大颗的吃。因为我这个菜船的光照不是特别的均匀，就是靠外边的阳光比较充足一点，所以都长得比较健康，比较壮。
然后在靠里头的阳光不是特别充足的，有的个别的它就长得比较瘦小一点。不过总体来说还是很成功的啦。